春天博物馆的古罗马展，对于爱好历史的丽莎来说，简直是知识涌入大脑的绝佳时机。一旁的老莫却磨皮擦痒的，他不可避免的和马基聊到了核电厂培训的事儿。虽然这辈子都不可能，但厂子还是给大家安排了能够成为经理的机会。不过老莫没去，不然那得把自己无聊死。马基觉得老莫该去，他不能够当一辈子入门级的打工人吧？要是成了经理，工资也涨了，就能给家里补贴了。虽然伯恩斯手底下大家懂的都懂，但梦想还是得有。谁知老莫双手一叉腰，让老婆别瞧不起入门级别，至少自己不需要西装笔挺去监视更多的入门级。马基觉得这家伙不可理喻，整个家难道就自己想着为家人争取更多吗？老莫当然也想要更多，但前提是可以不劳而获。马基受够了这窝囊废便宜老公了，这辈子有点报复，好像要了老莫的命似的。夫妻俩拌嘴两句，又闹了不愉快。这时候一个老头忽然钻了出来，侃侃而谈。热心老莫一看，老头头发花白，寻思是哪家走丢的智障老头呢？结果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成功人士，这场罗马展就是他的手笔。点题刚才的内容，更多的渴望将家庭拆得四分五裂。拌嘴在他看来是最愚蠢的行为，因为远大抱负是建立罗马帝国的力量。不过肥胖者奥比西斯的故事也会告诉我们，这是导致四分五裂的祸根。奥比西斯出生自一个贫穷却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之家，家里没得牛犁地，所以他临时越俎代庖，生活很苦，但却练就了年轻的奥比西斯，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父亲为了获得一只老牛，把自己的壮汉儿子卖给了土地主。可怜的奥比西斯和其他几位苦力同事被一起带到了罗马。小伙子们第一次进城，惊讶于眼前的景象，但很快他们就会面临血淋淋的现实，进入决斗场，成为所有人眼中的看脸，去和比自己更强更壮且受过训练的人决斗。对手全副武装，奥比西斯空有一身肌肉，却从没训练过，接连吃瘪。为了活下来，他的脑海中浮现了在荒野上战斗的公牛，一股力量从心里钻出来。俗话说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奥比西斯一个蛮牛冲撞就把对手顶翻，拖着他用脸离地10余尺。他以为自己这样也就和别人打个平手，结果对手早都被刮得面目全非了。全场都在为他这位靠着原始野蛮获胜的门外汉欢呼。斗气场主人的女儿马乔拉对这位英勇的汉子一见钟情，他请求父亲不要将这汉子丢去喂河马，这帅气乡巴佬说不定可以吸引到许多观众。老爹对女儿如此有商业头脑很是高兴，同意了他的请求。而奥比西斯的声望也随着他在决斗场的排名不断上升，女人渴求他，男人渴求被他杀，但他一心渴求着马乔拉。这样的糙汉子竟然还学会了搞浪漫，用对手的器官拼出我爱你。不过他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好哥们们，大家对天发誓，要是有一个人重获自由，他就要不惜任何代价来解救剩下的人。他和马乔拉的感情也在逐渐升温，两人在草垛上度过了幸福的一晚。很快就东窗事发，马乔拉怀孕了。决斗场主找到他们，让孩子他爸赶紧站出来，不然所有人都要受鞭刑。好基友们为了保护奥比西斯，全都站了出来。结果这傻蛋奥比西斯以为大家都是禽兽，把他给绿了，急得站出来自爆了，表示自己愿意受罚，但不要牵连无辜。他被押到了断头台，不过这断头台除了断头还有作用，那就是开锁。在重获自由后，与马乔拉喜结连理。老爹为了给他们的未来添砖加瓦，将自己众多生意中的其中一份交给小俩口负责。要知道那时候的社会男尊女卑是常态，远没有现在这么公平，所以生意上的事儿全由奥比西斯负责。在此之前，他需要挑选几位奴隶，那几个幸运儿就是几个拜把兄弟。他难过极了，自己不能奴隶自己的兄弟，因为发誓了要给他们自由。身后的马乔拉这时候已经明白了，女性想要在世界有话语权，就必须从自己的丈夫口中说出来。在马乔拉的耳边风下，奥比西斯决定先稳住局势，再还他们自由。贪婪战胜了忠诚，这对年轻夫妇的权势越发壮大，但体面却江河日下。兄弟伙气愤极了。多年后，奥比西斯迎来了人生的第2篇章，他从岳父那里接手了一间洗衣房的生意。那时候的人们还用氨洗衣服，而氨是从尿液中提取的。此时的奥比西斯已经成了秃顶肥胖中年男，有了2孩子。马乔拉刚带孩子来看他，就见大门已经关上。面对妻子的指责，奥比西斯也很无奈，伙计们都尿不出来了，怎么给人洗衣服？对他多年吊儿郎当，导致生意每况愈下。马乔拉非常生气，伙计们凑过来告诉奥比西斯，他们有一个增加氨产量的办法，把尿壶摆在酒馆门口，就会收获满满一大壶尿了。这主意不错。很快他们便落实行动。这主意明明是伙计们想的，奥比西斯却自私的独占了，甚至靠着这个赚得盆满钵满，搬去了城中心的富人区，连带着那些奴隶们。来到这边以后，奥比西斯更来了，连打哈欠都要让别人来打。老谋子实在不能理解，你小子都以为我们暴富了，为何还不遵守承诺？奥比西斯自然是糊弄了过去。转天参加会议时，奥比西斯发现前排的座位都被议员挡住了，啥也看不着，甚至因为剧场效应，大家都越站越高。马乔拉给丈夫提议，不如你也去当选议员，这样就能抢占前排了。奥比西斯自从大腹便便之后就变得很懒，只是举手竖起大拇指他都很犹豫。结果一听可以参加活色生香的派对，他立马精神了，走暗道来到了皇帝面前，提出了自己的请求。皇帝一听笑出了声，你个靠尿尿起家的家伙，何德何能成为议员？被羞辱了一番的奥比西斯委屈极了，他不想让马乔拉失望，要是可以加入元老院，他愿意做任何事儿。这事儿被伯恩斯不对，皇帝的政治养子给听到了，他提出了一笔交易，奥比西斯制造一场意外，让自己顺利继位，议员身份不是易如反掌。奥比西斯揣着恐惧的心来到了皇帝专属呕吐室，在他毫无防备时扎了几刀，直接线回到现在。众人听到这里都有些唏嘘，要是奥比西斯能更有抱负一点，就没这事儿了。马基觉得
马乔拉很可怜，故事仍在继续。被蒙在鼓里的马乔拉和丈夫激情四射的亲热了许久。在之后的10年里，因为手握的权柄越发重大，奥比西斯的身躯也越发肿大。马乔拉则沉醉于自己的崇高地位，在他奢华的农神节派对上接待镇上精英们。可怜的奴隶们10年如一日的愿望只是获得自由，但奥比西斯只是这样简单的事儿都只会画大饼，直到完全破坏了奴隶主的名声。这时候女儿走过来告诉父亲，哥哥已经完全失控了，一直在欺负写书男。宠爱和富裕的环境将他骄纵跋扈的儿子变成了一个怪物。发现所有事都在失控的奥比西斯累了，只想摆烂。妻子却说皇帝没有来参加他们的派对，这事儿难以置信。可他又能做些什么呢？难道要杀了皇帝？没错，马乔拉正有此意，但奥比西斯不干了。他们之前只是草根农民，现在已经是上流人士了，已经够了。难道你就不知道制作2字怎么写？马乔拉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，一张谋权篡位的蓝图已然呈现。但谁也没想到他会如此大胆，在公共场合给皇帝的酒盏下毒，侍卫员一口下去，直接晕头转向。皇帝还没来得及缓口气，就被倒下来的柱子给砸死了，核桃仁似的脑子也吐了出来。皇帝一死，群众就要选出新的继承人。马乔拉顺势站起来，向所有人推荐了自己的儿子。所有人都在欢呼着巴提格拉的上任，只有奥比西斯感到后背发凉。巴提格拉的粗暴统治就这样展开。为了快速扩张版图，他向海神尼普顿宣战，小赢几场的代价就是死伤惨重。但巴提格拉却将这归咎于外族侵略给罗马添的麻烦，于是斥巨资建造了大型防御工事去抵御外敌。最后为了让言官们闭嘴，他溶解了参议院，物理上的那种。权欲熏心的巴提格拉顺便还染了个梅毒，当然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将自己神化了。奥比西斯再也受不了了，他决定戳穿他。什么神？神个屁！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小疯子罢了。这个社会得醒悟过来，以推翻暴政。然而他的宣言却遭到了群众的讥讽，甚至认为刚才的话亵渎了神明，而被抓了起来，要喂给狮子。不过就这身飞镖，怕是狮子都得多来2头。被关在监狱里惆怅时，一旁的好哥们问他，所以为什么他们也在这里？奥比西斯表示，他们说我可以带几件财产。几人这时候猛然发现，他们当初就是在这个监狱里许下了自由诺言的。现在奥比西斯补票都是车管，因为大家在监狱里。这时候女儿来到监狱，想要送父亲出城避风头，奥比西斯却义正言辞地说自己要阻止儿子。当然也因为他跑不动，可惜没人帮助他，这么多年的怨恨只打他一拳，算哥儿几个厚道了。奥比西斯决定拿起剑，贯彻自己的战士之魂，去梦开始的地方和儿子一较高下。于是在整个罗马城的注视下，父子间展开了一场血战。儿子动作敏捷，但是父亲一身肥肉，竟然成功扛住了伤害。本想放儿子一条生路的奥比，却被不讲武德的偷袭了。奥比再也忍不了了，将儿子给活活掐死。最伤心的莫过于马乔拉，自己无尽的野望毒害了自己所爱的一切。家破人亡的他一口吞下了毒药，只剩下可怜的女儿。那之后整个罗马局势大变，动荡了400多年，最终走向覆灭。听过这个故事，一家人有4个看法，但最能说服人的还是丽莎的说法：野心是推动人变强的利器，但也是一柄双刃剑。对财富和权力无节制的欲望会使人走向灭亡。巴塞寻思，这件事最诡异的不是老爸把自己掐死了吗？老莫觉得锅不在自己，在马基身上，马基服了，只是让你参加一个研讨会而已。看着再次陷入争吵的辛普森家，一旁的老头叹了口气：人类到底什么时候能败？千万别让傻子进博物馆呢。与此同时，天上的那几位也陷入了争吵，觉得罗马人当初继续祭拜大家不就没事了？他们觉得这句是越来越扯了。从16年开始，说不定哪天就真的完结了。虽然，但是那种事儿真的不要啊！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下视频再见。